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在中国已经讲了很久很久，1000多年了，人们一直在说着、唱着、演着、画着，后来还常常把它写进报纸、杂志和书里，搬到电影和电视上。全中国的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小孩差不多都知道这个故事。这故事有点苦，但是很美很美。1. 离开家去学校。1600多年以前，在现在的浙江省上虞市，有个地方叫祝家庄。祝家庄里的人都姓祝，最有名的人是祝员外。祝员外很有钱，也有一些文化。他有一个女儿，名字叫做祝英台。祝员外特别喜欢这个女儿，非常疼她。那时候，中国只有男孩子可以去学校学习，女孩子不能去，所以女孩子一般都不认识字。但是祝英台不一样，从她小的时候开始，祝员外就让人在家里教她写字、唱歌、画画，所以在很小的时候，祝英台就有了学习的习惯。她喜欢看书，喜欢玩，喜欢运动，喜欢新东西，一直过得很快乐。慢慢的，祝英台10几岁了，长成了一个大女孩，而且长得很漂亮。她非常喜欢学习，常常在灯下学习到很晚。她看的书越来越多，也知道了很多历史故事。通过看书，她懂得了外边的世界很大，有很多更有意思的事情，比祝家庄要有意思得多。她看的书越多，对祝家庄以外的事情懂得越多，对外边的世界就越有兴趣。浙江有个城市叫做杭州，杭州是个大城市，离祝家庄很远，有200多里。从祝家庄走路到杭州要走4、5天。有一天，祝英台听说杭州城里有个万松书院，是个非常好的学校，学校的老师特别有名。一些别的地方的年轻人也到那里去跟老师学习。听了以后，祝英台心动了。她想，如果自己也能走出家门，像那些年轻人一样去杭州的学校，那该多好啊！可是自己是个女孩子，爸爸妈妈能同意吗？那个时候，有钱人家的女孩子只能生活在自己家里，不能到家门外边去活动，更不要说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和男孩子一起去学习了。可是祝英台太想去杭州的学校学习了，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。跟她想的一样，爸爸妈妈说什么也不让她去。在外边学校学习的都是男孩子，哪有女孩子到学校里去的？爸爸不高兴地说：“孩子呀，你爸爸说的对，一个女孩子跟男人在一起学习，怎么生活，怎么活动啊？杭州离家又那么远，我们也没办法照顾你呀。”妈妈最疼女儿，更想把女儿留在家里。英台懂得，爸爸妈妈讲的都有道理，可是
他真想多读一些书，真想看看外面的大世界。1年、2年、10年、20年，都只能在祝家庄生活学习，多没意思啊！爸爸妈妈不让他走出家门，英台没有办法。可是他心里总是想着去杭州学习的事。3天了，他一直躺在床上。小保姆银心给他拿来好吃的饭菜，有他最喜欢吃的饺子、烤鸭，还有苹果和一些别的水果。他一点儿都没吃，连茶水也喝得很少。爸爸妈妈很着急，孩子这样不吃不喝，要是饿坏了怎么办？而且他们只有这么一个女儿。又过了1天，英台还是躺在床上不吃不喝。她原来红红的脸已经变得有些黄了。父母更着急了，他们马上找来大夫给英台看病，又叫银心去买了几种药让她吃了。可是又过去了3天，英台还是躺在床上不能起来，急得祝员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那天上午，祝员外马马虎虎吃完早饭，突然从西边来了一个算命先生。算命先生不高，脸有点黑，穿着白色的长衫、黑色的外套和黑色的裤子，衣服长长的，穿在他身上有点大，被风一吹，衣服就跟着来回动。他的头上还戴着一个高高的帽子，看起来也不太合适。见到算命先生，祝员外马上把他请进客厅，指着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，请他坐下。银心给他送来一杯茶。祝员外把女儿的生日和生病的情况都告诉了算命先生，让他给算一算女儿这是什么问题，请他想个办法，让女儿快快好起来。算命先生右手拿着茶杯，左手不停地动着，好像在数着什么，一边数，嘴里还一边不停地念着。他说得很轻，不知道念些什么。念完以后，他低头想了一会儿，然后对祝员外说：“你家小姐是心病，她要是还住在家里，这样发展下去，病会越来越重。要想好起来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让她离开家，最好走得远一点儿。”算命先生的话说得很慢，听起来也不很清楚，像感冒了一样。他喝了一口茶，停了停，又接着说：“要是能让他到外边的学校里学习学习，锻炼锻炼，对他就更好了，他会非常健康愉快的。”祝员外一听又急了：“女孩子离开家出去学习，这怎么能行？怎么能行呢？”算命先生说：“小姐的病很特别，特别的病只能用特别的办法。像这种心病，如果不出去的话，会很麻烦，她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的。”祝员外心疼女儿，最怕她的身体有什么问题。听到这里，忙说：“好，我听你的，让她出去，只要她能健康快乐。”祝员外的话还没说完，算命先生突然笑了起来。他对着祝员外大声地说：“爸爸，谢谢你让我去外边的学校。”然后
算命先生取下头上戴的帽子，又脱下穿在外边的长长的衣服。祝员外一看，他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这个算命先生原来是自己的女儿祝英台。银心从厨房拿来了水，帮英台洗了脸。黑脸的算命先生马上就变成了祝家的那个年轻漂亮的小姐。祝员外的眼睛变得又圆又大，很长时间才说出话来。原来是你，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，为了出去学习，穿着男人的衣服来骗我，真会开玩笑。他非常不高兴，对英台叫着。祝英台说：“爸爸，对不起，您别不高兴。您听我说，刚才我穿着男人的衣服，连您都看不出来，别人就更看不出来了。我把女孩子的衣服换下来，穿得像个男孩子的样子，这样去杭州的学校学习，不就没问题了吗？”那也不行，女孩子在家里学习不就够了吗？去学校干什么？祝员外还是很不高兴。爸爸，你以前告诉过我，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女人，她们不但读过很多书，还去过很多地方，她们可以走出家门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呢？女儿讲得不错，但是她还是不愿意让英台出去。她说，学习文化是好事，可是外边的学校里都是男孩子，一个女孩子跟他们在一起是很不方便的。爸爸，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您就给我讲过，花木兰是个女孩子，她穿着男人的衣服去外边帮爸爸打仗，每天都跟男人在一起，一直到回家以后，别人都没发现她是个女人。爸爸，您忘了吗？花木兰是花木兰，你是你。祝员外没有别的话可说了。这时候，保姆银心在旁边说：“员外，您放心，我也穿上男人的衣服，变成男孩子的样子。小姐当学生，我就当她的书童，我会陪着小姐，一会儿也不离开她，每天从早到晚不离开她的周围，好好照顾她。”那时候，有钱人家的男孩子去学校都有个书童陪着。书童和男孩子差不多大小，书童照顾男孩子的生活，陪着他学习。祝英台也笑着对祝员外说：“爸爸，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”祝员外了解自己的女儿，从小的时候开始，他想好要做的事，就一定要去做。看来这次要出门学习，又是不能改变的了。没办法，只好让他去了。不过他告诉女儿，时间不能太长，学够了3年就回来。家里要是有大事，会立刻写信告诉他，收到家里寄的信就要马上回来。爸爸，您放心，您的话我都记住了。英台高兴地跳了起来，可是妈妈还是不放心。她对英台说：“在外边一定要多多注意，千万不能马马虎虎的，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女孩子。”她又对银心说了很多话，让她一定要照顾好小姐，不要出什么问题。银心也点着头，记在心里。祝英台和银心很快收拾好行李，带着书、笔和一些生活用的东西。他们2个人穿上了男人的衣服，包里又放了几套干净的，准备换和洗。英台戴着学生的帽子，
银心戴着书童的帽子。他们跟家里人说了再见以后，高兴地出了家门，去杭州的学校学习去了。二，哥哥和弟弟。那时候没有汽车、火车和飞机，从祝家庄到杭州只能靠双脚走着去。刚从家里出来，英台就对银心说：“要记着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们两个就是男孩子了。”说完，两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觉得自己就像男孩子，别人一点问题也看不出来。第一次走出家门，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，他们觉得眼睛都不够用了，看到什么都觉得有意思。这时候正是春天，太阳照得人很暖和。往远看，山已经有点绿了；往近看，路旁边也是绿的，有一片一片的草和树。在草和树中间，很多花儿都开了。花儿的颜色有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。那些花儿被轻轻的风吹着，前后左右慢慢的摆，像跳舞一样，特别好看。路旁边有一条小河，河里有很多小鱼正在快乐地游泳。河里的水好像唱着歌一样，陪着他们向前走，想着能去外边的学校学习，能看到这么美丽的风景。不但祝英台特别高兴，连银心都为他高兴。他们没办法安静地走，一会儿跑，一会儿跳，一边走着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唱着。他们像两只快乐的小鸟，在蓝天白云、红花绿树中间飞来飞去，从来没有这么舒服和愉快过。这一天，快到中午的时候，他们走到草桥这个地方。在路的旁边有个亭子，叫草桥亭。祝英台他们走得热了，也累了，就走进亭子里，坐下来，打算休息一下。这时候，英台看见路上有一个老人，拿着一个很重的包，向草桥亭走来。他走得很慢，看样子已经很累了。马上就要走到亭子的时候，老人突然倒下去，包也掉在了地上。英台立刻站起来，跑过去。他跑到老人旁边，看着老人问：“老爷爷，您怎么了？需要帮助吗？”老人的脸和手都很黑，穿的衣服很旧，有的地方还坏了。老人告诉他，自己是给有钱人家打工的，现在正给别人搬东西，一整天都没吃饭，饿得走不动了。英台听了，赶快回到草桥亭，把自己带的吃的东西拿过来让老人吃，还把自己带的钱拿出一些送给老人。老人看着英台，眼睛有点红了。他对英台说：“我是个没有钱的老人，我们也不认识。你给我这么多的帮助，太谢谢你了。”英台笑着说：“不客气，这算什么？帮助老人小孩，帮助有困难的人，是每个人应该做的呀。”这一切被两个刚走过来的男孩子看见了。这两个男孩子17、18岁的样子，一个长得比较高，脸比较白，头上戴着学生帽子；另一个不太高，头上
戴着书童帽子。他们也正要到草桥亭休息，看到这个情况，他们赶快走过来，和英台、银心一起帮助老人坐到亭子里，让他吃饭休息。老人太饿了，他大口大口地吃东西。一会儿，老人吃饱了，急着要走，他要去给有钱人送那一包东西。高一点的男孩子把自己带的吃的送给老人，让他留着路上吃，还拿出自己带的一套新衣服，对老人说：“拿着吧，这衣服的大小你穿应该挺合适的。”老人看着这么热情帮助自己的几个年轻人，觉得心里暖和极了。他不停地说：“你们真是好人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呀！”几个人把老人送到路上，看着老人走得很远了，才回到草桥亭。这时候，他们才有机会坐下来互相聊一会儿。刚才的事让他们觉得好像有点认识了，也有点了解了。高一点的男孩子对祝英台他们说：“你们好，请问两位贵姓，家住哪儿？你们要去哪里？”祝英台回答说：“我的名字叫祝英台，是上虞祝家庄的。”然后指着银心说：“他叫银心，我的书童。请问您贵姓？您是有文化的人，对不对？”长得高的男孩子说：“介绍一下，我是会稽的梁山伯，这位是我的书童，名字叫四九。我现在要去杭州万松书院学习。”祝英台一听，立刻高兴地说：“啊，原来咱们是去同一个地方呀！我们可以一起走啊！”听到有人可以一起走，银心高兴地对祝英台叫起来：“小姐，太好了！”话刚说出来，就发现自己说错了，他忙改过来说：“小姐要是也能一起出来，多好呀！”梁山伯看看祝英台，又看看银心，他没懂这句话的意思。祝英台对梁山伯说：“啊，是这样，我有个妹妹，小九妹，能写字，会画画，喜欢音乐，懂历史，她有很多爱好。这次我到杭州学习，她也要来，说女孩子也应该出去学习，也应该知道外面的大事。可是父亲就是不让，结果她只好留在家里了。”梁山伯说：“男孩子、女孩子都是父母生的，女孩子当然也应该到学校学习。她不能来真可惜，以后有机会你一定要带小九妹出来学习呀。”听了梁山伯的话，祝英台十分高兴。这个梁山伯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。那时候差不多没有人认为女孩子应该去学校，梁山伯能为女孩子出来学习说话，祝英台马上觉得自己和他近了很多，觉得梁山伯是个懂自己的人。梁山伯想着刚才在草桥亭看见的一切，他发现英台是个爱学习、有文化的人，而且还愿意帮助别人，特别是帮助有困难的人。他细看了一下，这个祝英台脸很白，眼睛大大的，嘴红红的，虽然长得不太高，看样子身体也很轻，但是说话做事很不简单，而且笑起来像个可爱的小弟弟。他很愿意和这样的人做朋友，做兄弟。梁山伯走到祝英台前面，对他说：“祝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一句话，
不知道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，也不知道你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。祝英台说：“不客气，我们以后就是同学了，有话你就说吧，没关系，只要不是坏消息，我都愿意听。”梁山伯停了一下，认真地说：“我没有哥哥弟弟，也没有姐姐妹妹。虽然以前咱们不认识，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，就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做朋友的人。我想和你做朋友，而且还想和你做兄弟，你看怎么样？”说完，看着祝英台的眼睛，等着他回答。听了梁山伯的话，祝英台觉得心动了一下，她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就没有马上回答。梁山伯见他没说话，以为他不同意，急得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，他真怕没有机会了。祝英台想，遇到梁山伯这样的人，真是件不容易的事。在女孩子离开家去学校学习这个问题上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说不应该，可是她能和自己想的完全一样，而且她爱学习，愿意帮助别人。现在自己是男孩子，在学校里能有这样的朋友和兄弟，是件好事呀。而且这个梁山伯还长得那么棒。想到这里，他对梁山伯说：“没问题，离开家在外边，正需要有朋友帮助。咱们一起学习，就是同学，再加上兄弟关系，就更深了一层。以后学习有人帮助，生活有人照顾，对你对我都是好事，我当然愿意。”听祝英台这么说，梁山伯一下子放心了。他笑着说：“那好，我们现在就对着天，对着河，对着山，对着太阳，告诉所有人，我们是兄弟。”银心和四九拿来杯子和水，还有一些吃的东西，摆在草桥亭的长椅子上。梁山伯比祝英台大2岁，他倒了2杯水，自己拿了1杯，给祝英台1杯，说：“祝弟弟，咱们用水当酒。”他双手举着杯子，先对着天，又对着祝英台说：“祝弟弟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把我当你的哥哥，你就是我弟弟。”祝英台也学着梁山伯的样子，双手举杯，先对着天，又对着梁山伯说：“梁哥哥，以后你就把我当你的弟弟，你就是我哥哥。”然后2个人就把杯子里的水一口喝完。他们连着喝了3杯，叫了3遍梁哥哥、祝弟弟，然后又把水倒在自己的周围和脚下。最后，梁山伯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祝弟弟，将来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，我都会帮助你、照顾你。”祝英台立刻接着说：“梁哥哥，你放心，我会一直和你站在一起。以后咱们学习在一起，快乐在一起，有苦的事和难的事也要在一起。”梁山伯和祝英台成了兄弟，特别高兴。银心和四九当然也十分高兴，2个书童也成了好朋友。现在梁山伯和祝英台是同学、朋友加兄弟，他们一起向杭州走去，一路上有说有笑，讲过去，说现在，聊将来。梁山伯和祝英台都爱学习，都懂很多东西，所以特别能谈到一起。他们最喜欢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，只要提起来，就有很多话要说。
祝英台发现，梁山伯肚子里的历史故事多极了，而且他很会讲故事，常常讲到一半，或者是讲到最紧张的地方就停下来。这一停，把大家急得又叫又跳，因为谁都想快一点知道结果怎样了。这时候，梁山伯就把午饭或者早饭、晚饭准备出来，要求大家吃完饭，他再接着讲。去杭州学习的路上，他们过得非常愉快。他们有的时候坐下来休息一会儿，有的时候跑跑跳跳，运动一会儿。一路上，大家一起玩，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、唱歌、讲故事，还常常开玩笑。朋友加兄弟的年轻人在一起，比什么都快乐。3，在学校的日子。梁山伯和祝英台他们翻过几座小山，又过了几条小河，走了很多的路，最后在一天的下午，到了杭州万松书院。万松书院的老师是个很有经验、水平很高的老先生。老师听说这2个学生从很远的地方来，非常热情地欢迎他们。他们向老师简单地介绍了自己，还说一定要跟老师好好学。老师见这2个学生穿戴很干净，对学习很有兴趣，而且说话清楚，也很懂事，是2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，很喜欢他们。因为梁山伯和祝英台是一起来的，老师就让他俩在一张桌子上学习，2人很高兴。只是英台在心里对自己说，现在和以前不同了，周围全都是男同学，自己要快点习惯新的生活，一定注意，别让周围的人看出来自己是女孩子。第1天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让大家写字。祝英台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习写字，爸爸有空的时候也常常看着他写，告诉他这里应该怎么写，那里应该怎么写，所以他的字写得挺不错。他写了一会儿，抬起头，看了看旁边，这一看，他的眼睛一下就张得圆圆的，说不出话来。原来，梁山伯的字写得非常非常漂亮。他真没想到，这个又高又大的男孩子，不但懂很多知识，会讲很多故事，而且还能写出这么好看的字。以后自己真该跟他好好学学。他心里更喜欢这个梁哥哥了。老师每天都给学生讲一些新东西，而且认真地检查他们学习的情况。老师常常告诉他们，除了要认真学习知识以外，还要认真做事做人，要做个好人。梁山伯和祝英台在学习上特别努力，上课的时候他们听得非常认真，特别是祝英台，觉得自己出来学习很不容易，老师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细细地听，不懂的地方就马上问，而且一定要问清楚。梁山伯发现祝英台学新东西很快，老师提问题的时候，他们班里差不多总是英台最先回答出来。梁山伯很喜欢这个学得快、学得好的弟弟。梁山伯怕自己的学习比祝英台差，
祝英台也怕自己的学习比梁山伯差，所以每天早上他们都很早就起床开始看书。晚上月亮出来了，他们还在灯下学习。有的时候都到晚上11、12点了，他们还不休息。两个人都想学得更多更好。后来，梁山伯还想出一个比赛的办法。他们先买来一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，像书啊、笔呀、画啊，然后开始学习。常常是祝英台先拿着书，对梁山伯说：“我来念，你来写。”过一会儿，两个人再换过来，他们要比一比，看谁错的少。有时候一个人装成老师提问题，一个人当学生来回答。回答不对或者错得多的人就不能拿到喜欢的小东西了。最后比比看谁得到的礼物多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两个人进步都很大。除了学习，他们每天还要运动一会儿，或者跑，或者跳，或者打太极拳。连下小雨、下小雪的时候都不停。同学过生日的时候，他们就给自己放假，让迎新4、9到附近的商店、饭馆买瓶酒，买些吃的请客。同学们都非常高兴。梁山伯总是觉得自己是哥哥，所以对祝英台特别照顾，在所有事情上都帮着祝英台。祝英台嘴上虽然没有说谢谢，可是他心里总想着也要帮助梁山伯。有一次，梁山伯感冒了，发烧咳嗽，不能上课。祝英台马上去买了药。他生病的时候想家，他就在宿舍陪着他说话，陪着他在学校里慢慢活动。梁山伯觉得这个弟弟真懂事，对自己太好了。有个姓马叫马文才的同学，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。他认为家里有钱，所以自己不用学习，进学校就是装样子，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上课的时候，他不是睡觉，就是找别人的麻烦。每次考试，他都考得最差。下课的时候，他乱跑乱叫；没课的时候，他也不让别人休息。有的时候，他还出去到饭店喝酒，喝多了回来还想打人，老师也拿他没办法。他特别喜欢在同学里边找长得小、身体轻的人的麻烦。有一天，他用脚踢一个小同学的椅子，那个同学换了一个地方坐下，他又跟过来继续踢。小同学越是坐不住，要倒下去了，他就越高兴。祝英台看到后，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停下，你不能踢别人的椅子。”马文才说：“停下，我还没踢够呢。”祝英台说：“你不停。”祝英台开始叫同学们：“大家快来看，马文才又在做坏事呢。”这次马文才不高兴了，过来踢祝英台的椅子。这时候，很多同学过来了。梁山伯走在最前面，对马文才说：“立刻停下来，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”马文才看了他一眼，冷冷地笑了笑，没说话，还是接着踢。梁山伯指着在教室门旁边放着的一根木棍说：“你要是再不停下来，就让你像这根木棍一样。”说完，他走过去，举起手重重地打在木棍上。这根木棍
只比桌子腿儿细一点儿，梁山伯的手打下去，只一下，木棍就变成了2段。马文才一看，有点怕了，身体都不会动了，眼睛也不会转了。过了半天，他的身体和眼睛才又开始活动。从这件事以后，马文才看见梁山伯总是低着头，只要梁山伯在，马文才就安静不少。梁山伯不怕有钱人，愿意为同学说话办事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祝英台更为有这样的哥哥高兴。慢慢的，他们俩了解得更深了。祝英台越来越喜欢这个梁哥哥，梁山伯呢，当然也越来越喜欢这个虽然长得不算高，但是一点儿都不怕坏人，还常照顾自己的祝弟弟。可是祝英台在学习生活中，有的时候挺难的。学生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，一般是2个人一个房间。一开始，老师以为祝英台是男孩子，就让祝英台和梁山伯住在一个房间里了。因为周围全部都是男同学，所以祝英台从睡觉、上厕所、进教室、去餐厅，到穿衣服、戴帽子，所有的活动都非常注意。他和梁山伯离得最近，为了不让梁山伯发现自己是女的，他搬来一个装书的箱子，放在2个人床的中间。箱子上放了一个碗，碗里装着水。他对梁山伯说：“梁哥哥，咱们是兄弟，所有的事情我都听你的，但是有一条你必须听我的，而且你必须要做到。你要是做不到，咱们就永远都不是兄弟了。”梁山伯看祝英台十分认真的样子，也紧张起来，眼睛一直看着他问：“祝弟弟，什么事？很难做到吗？”祝英台说：“我从小的时候开始睡觉就有个习惯，就是周围必须特别安静，要是不安静，就一夜都不能睡觉。晚上睡不好觉，第2天白天就头疼，而且身体会特别不舒服，什么也做不了。如果那样，我只能离开学校回家了。”梁山伯说：“呀，那怎么办？”祝英台接着说：“梁哥哥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要求你睡觉的时候不能一会儿翻过来，一会儿翻过去的动。我在床的中间放上1碗水，你如果乱动，让碗里的水流出来，那就对不起了，我就不要你这个哥哥了。而且我还要告诉老师，让老师收拾你。”梁山伯听了，笑了起来。我以为是什么大事呢，这太简单了，没问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能做到。为了让弟弟休息好，梁山伯当然照着要求去做。在卧室里，他总是很轻很慢地走路和活动。他一直没发现祝英台是女的，周围的人也一直没发现祝英台是女的。可是祝英台装成男孩子的事早就被师娘发现了。有一天，师娘把祝英台叫去，问她为什么。祝英台说，自己是为能出来学习才这样做的，希望师娘千万别对别人说，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自己就不能继续在这里学习了。师娘很懂这个女孩子，知道她特别爱学习，她让祝英台放心，她知道哪些应该说，哪些不应该说。以后师娘在生活上更加照顾这个可爱的女孩子了。祝英台有什么难事和心里的话，也都愿意对师娘讲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春天过去，夏天就来了。
秋天走了，冬天又到了。很快，1年过去了。不久，又1年过去了。梁山伯和祝英台已经在学校学习了3年，他们成了谁也不能离开谁的好兄弟。一天，祝英台接到家里的信，说他的父亲病了，很想他，让他快点回去。祝英台急了，很想快回家看看生病的父亲，可是又想着梁山伯，他不知道回家以后还能不能再回到学校。祝英台向老师请假后，就去找师娘，告诉师娘自己明天就要走了，走前要对师娘说说自己心里的话。他对师娘说，自己和梁山伯一起学习和生活的时间不短了，对他的了解已经很深。梁山伯对人热情，爱学习，愿意帮助人，是个非常好的人。一开始自己只把他当个好哥哥，后来看见他做事做人的情况，越来越喜欢他。再后来自己就深深地爱上了他，而且离不开他了。他想以后和他做夫妻。祝英台请师娘在他走后，让梁山伯去他家提亲。师娘也认为祝英台看得不错，梁山伯真的是个非常棒的男人，他们2个人做夫妻正合适，他从心里愿意帮这个忙。4. 送弟弟走了18里路。第2天早上，祝英台走的时候，梁山伯去送他。在路上，他们说起在一起生活的日子，都觉得很愉快，不能忘。他们走过一个路口又一个路口，祝英台很想向梁山伯说出自己的情况和想和他做夫妻的意思，可是话到嘴边又收回去了。祝英台觉得这话很难说出来。梁哥哥一直把自己当弟弟，以为自己是男孩子，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是女的，而且已经深深爱上他了。现在自己要走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。虽然心里的意思必须让他知道，可是怎么说才好呢？怎么才能让他懂呢？他想不出办法来，心里急坏了，脚也走得慢了。后来看找不到合适的机会，就只好借着周围的事情打比方，想让他知道自己的意思。前面有一条河，河水慢慢地流，有一对大鹅在河里游着找小鱼吃。2只鹅的身体全是白白的，嘴是黄的，头上有一块红。一只鹅抬着头，对着旁边那只鹅在叫。祝英台就指着那对大白鹅说：“梁哥哥，你看河里那对大白鹅，公鹅在前面游泳，母鹅在后面叫哥哥，像不像你在前边走，我在后面叫你呢？”梁山伯说：“他们是公鹅母鹅，我们是哥哥弟弟，这怎么能比？”梁山伯没懂他的意思，继续往前走。祝英台看他没听懂，开玩笑地说：“你呀，就是一只傻鹅呀。”梁山伯问：“我怎么是傻鹅呢？”祝英台看着梁山伯十分认真的样子，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，觉得这个梁哥哥真是傻得可爱。又走了一会儿，
祝英台看见水里有一些鸳鸯，鸳鸯身体上的毛有红的、绿的、白的、蓝的、黄的，就像穿着漂亮的花衣服，特别好看。祝英台就指着水里的鸳鸯说：“你看，这些鸳鸯都是一对一对的。如果我是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子，你愿意不愿意和我做一对鸳鸯？”梁山伯说：“可惜呀，你不是女孩子，你是我弟弟，咱们怎么能成一对鸳鸯？你真能开玩笑。”祝英台又借几个事打比方，主要是想让他明白自己的意思。可是梁山伯都没听懂，祝英台只好对他说：“梁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傻？让你懂一些事，真不容易呀。”梁山伯听了更不懂了，他在想，祝弟弟今天是怎么了？总是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，说些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事。已经走了很长的路，祝英台急坏了，他不好意思说出自己心里的话，可是又怕再也没有机会跟他说了。他想了一下说：“你还记得我的小九妹吗？就是我那个想出来学习的小妹妹。她和我是双胞胎，别人都说我们两个人长得像极了。我想介绍你们认识，让你和小九妹做夫妻，你愿意吗？”梁山伯原来就非常喜欢祝弟弟，而且非常相信祝弟弟。现在祝弟弟给他介绍女朋友，那女孩子又是祝弟弟的妹妹，还和祝弟弟长得一样好看。梁山伯非常高兴，马上说：“我愿意，我愿意。”听他这么一说，祝英台紧张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。他立刻约他到祝家去提亲。现在祝英台心里放下了一件大事，愉快地和梁山伯继续向前走。他们走了很远很远，可是两个人都觉得还有很多话没说，觉得时间不够。他们走一会儿，停一会儿，停一会儿又走一会儿，走了18里路，就是不愿意说再见。后来他们走到长亭这个地方，长亭是一条大河旁边的一座小城。他们不能再向前走了，因为祝家来接祝英台的人已经在大河旁边等着了，他们必须说再见了。离开的时候，祝英台又对梁山伯说：“梁哥哥，一定不要忘了来提亲，咱们约好7月7日，小九妹等着你。”梁山伯回答说：“好，我一定去。再见，祝你一路平安。”祝英台走了，他走一段路就回头看看梁山伯。梁山伯站在原来的地方，眼睛一直跟着祝英台，看着他慢慢地走得越来越远。最后，梁山伯看见祝英台走到一个路口，回过头看了看，又举起手向他摆了摆，然后往右拐去，看不见了。梁山伯觉得心里像少了什么一样。5，在楼台上见面。梁山伯回到学校后，虽然还是继续努力学习和提高，可是总是想着祝弟弟，也总想着去祝家提亲的事。可是很糟糕，快到约好的日子，他的妈妈突然病倒了，而且病得很重，躺在床上话都不能说了。家里只有爷爷和奶奶，
照顾不了妈妈，梁山伯忙回了家。妈妈的病太重了，1分钟都不能离开人的照顾。那时候没有邮局，梁山伯想给祝英台写封信都发不出去。这样过了好久，一直到妈妈病好了，梁山伯才回到学校。梁山伯走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消息，师娘很着急。见他回来了，师娘立刻和他说起祝英台的事情，而且让他去祝英台家提亲。这时候他才知道，原来祝英台是女的。3年了，自己怎么没看出来？他想起送她回家的路上，他说了好多鹅呀、鸳鸯呀，原来都是在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呀。他说给小九妹提亲，小九妹原来就是他自己呀。那时候自己怎么那么傻，一点儿都听不懂。这个祝英台真和一般的人不同，能给自己提亲，太不简单了。梁山伯更喜欢他的祝弟弟了。梁山伯不等学校放假，就去向老师请假，他要去祝家庄和祝英台见面，向祝家提亲。梁山伯来到祝英台家，祝英台穿着女人的衣服从家里跑出来，到门口欢迎她的男朋友。梁山伯看见祝英台已经完全是女孩子的样子，而且更漂亮可爱，心里满满的都是高兴。梁山伯说：好久不见，最近你还好吧？祝英台红着脸说：快进来，我一直等着你快点来，可是总是没有你的消息。祝英台把梁山伯请到楼上的客厅里，他们要好好聊聊。上了楼，刚坐下来，梁山伯就急着说出师娘让他来提亲的事。谁知道祝英台突然哭起来，同时说：梁哥哥，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呀？梁山伯忙问：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祝英台哭着说：我爸爸已经把我许配给马文才了，马文才家就在祝家庄的北边，不算太远。他家在附近很有名，有好几家卖东西的大商店，非常有钱。这些情况大概你也知道。今年春天，马家带来了一份非常贵的礼物来提亲，父亲愿意和有名有钱的人变成一家。他收了马家送来的礼物，决定让我和马文才做夫妻。马家打算过了新年，就把我接到马家去。这个消息对梁山伯太突然了，他忙说：啊，我这就去找祝员外提亲，也许还有希望。祝英台摆了一下手说：晚了，晚了，这件事周围几十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知道了，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变化了。梁山伯听了，觉得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打在头上，嘴张得大大的，半天才说：不，这怎么行？祝英台接着说：你我兄弟一场，从草桥亭第一次见面，到学校生活3年，从你送我18里路，到我在家天天等着你来提亲，这中间经过了多少事情啊！现在想起来，这一切就像昨天的事一样。我一直希望和你做夫妻，现在怕是不行了。说完，2个人一起哭起来。梁山伯说：除了你，我是不会向任何人提亲的。不能和你做夫妻，我以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？祝英台说：梁哥哥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你记着，就是死
我也不会和马文才做夫妻的。两个人一边哭一边说着心里的话，他们都觉得谁也不能离开谁，决定一定要在一起。如果生不能在一起，那么死了也要在一起。祝员外知道了梁山伯和祝英台两个人在一起哭，特别不高兴。虽然祝员外也觉得梁山伯是个非常好的人，但是梁山伯家的情况比较差，家里没有多少钱，他家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是比较便宜的东西。祝员外怕女儿和梁山伯在一起，日子会很苦。他也怕马家知道梁山伯来提亲的事，会有很大麻烦。他觉得得让梁山伯快点离开，而且必须让祝英台死了这个心。他跑上楼，走进客厅，站在梁山伯前面，冷冷地对他说：我女儿已经许配给马家了，这里没你的事了，你快走吧。梁山伯客气地说：我和英台做同学3年了，我们了解很深，将来我会让她生活得很好。祝员外不等他说完，就用手指着他的鼻子说：你快给我离开这儿，不要让马家知道，如果你再不走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梁山伯还想说点什么，可是祝员外什么也不想听。他让人把祝英台关进一个房间里，不让她出来，同时让人把一条黑毛大狗放了出来。那黑毛大狗向着梁山伯大叫，眼睛还一直看着梁山伯。梁山伯知道没有希望了，只好离开祝家。梁山伯回到家里，心里乱极了。虽然每天还像以前一样，手里拿着书，可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他总是想着祝英台，可是又没办法和她在一起。他每天饭不想吃，水不想喝，不知道饱也不知道饿，晚上也不能好好睡觉，很快就病倒了。刚开始像感冒咳嗽，后来每天头疼发烧，而且身体的每个部分都疼。再后来他不能吃东西了，躺在床上也不能起来了，看了很多大夫，吃了很多药都不行。他的病越来越重，不久就死了。死以前，他告诉家里人，他死以后要埋在从祝家到北边马家去的路旁边，让他能看到祝英台。6. 漂亮的蝴蝶飞出来。新年到了，马家接祝英台的日子也到了。马家来了很多人，还有很多辆车。那些人都穿着干净好看的新衣服，那些车上放着大包小包的各种礼物和行李。中国人办大好事时喜欢用红色，所有的东西差不多都是红色的。接祝英台的花轿更是被收拾得特别漂亮，花轿又高又大又舒服，里外上下全部是红色的。花轿周围还挂着各种颜色的小球和刚开的花，欢迎的人和车在祝家房子周围排了很长的队。祝家房子的大门上高高的挂着2个红色的大灯笼，附近很多人都来参观，人们说说笑笑，又唱又跳，还有几个小狗在人和车队中间又跑又叫。
马家的花轿就停在祝家大门口，等着祝英台。可是祝英台一直在哭，她不换衣服，连脸都没洗，她躺着不动，就是不愿意上花轿，就是不想去马家。祝员外不想让外边的人知道祝英台不愿意去马家，也不想让人看到英台在哭。可是英台不听他的，把他急坏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外面人们都在等着呢。他只好对英台说：“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只要你上花轿去马家，你要怎么样都行。”祝英台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要穿一套白衣服，花轿要在梁山伯的坟墓前停下来，我要去看看他，然后才能去马家。”祝员外为了让女儿快点上花轿，只好说：“可以，但是要快，看看就走。”他找人帮着把祝英台的脸洗干净，给她先穿上一套白衣服，外面又穿上新的红衣服，然后把她放进花轿抬走了。谁也想不到，花轿在快要抬到梁山伯坟墓前的时候，天气突然变了，从东边来了风，那风很大，抬花轿的人都没办法继续走了，只好放下花轿。这时候祝英台正在花轿里哭呢。银心告诉他，前面就是梁山伯的坟墓。祝英台听了，一把脱下外边的红衣服，从花轿里出来，向梁山伯坟墓跑去。他要去看看梁山伯，看看他的梁哥哥。风越来越大，跑着跑着，风把他吹倒了。他努力地爬起来，继续跑。可是跑了不远，又被风吹倒。他爬起来再跑，就这样倒了，爬起来，又倒了，又爬起来，一直跑到梁山伯的坟墓前。祝英台到了梁山伯的坟墓前，大哭起来。梁哥哥没有了，他的心疼极了。他要去找梁哥哥，他们以前说过，就是死，两个人也要死在一起。这时候天一下子黑了，接着又下雨了，下得很大，风也更大了，周围又黑又冷，闪电一个接着一个，照得周围的天都白了。同时雷声也一个接着一个。突然一个闪电打过来，加上一个很大的雷声，人们看到梁山伯的坟墓一下裂开一条大缝。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，怕极了，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只有祝英台不怕，他看到坟墓裂开了，像看到了希望。人们看见他好像笑了笑，叫着梁山伯的名字，努力一跳，就跳进坟墓里去了。祝英台刚跳进去，坟墓立刻就关上了。人们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等他们想起来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祝英台早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一会儿天晴了，不再下雨，风也停了，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。太阳出来了，蓝蓝的天上有一道漂亮的彩虹。这时候，人们发现有一对漂亮的大蝴蝶从坟墓里飞出来。这两只蝴蝶比一般的蝴蝶要大很多，而且颜色非常好看。它们在彩虹下快乐地飞着，一会儿高，一会儿低，一会儿飞上来，一会儿飞下去，像是比赛，又像在跳舞。
虽然抬花轿的人和祝家、马家的人心里还很怕，还张着圆圆的眼睛，嘴也闭不上，但是这2只蝴蝶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一切都和它们没关系了。它们有的时候你飞到我前面，有的时候我飞到你前面，像是在快乐地说话聊天儿。它们一刻也不离开，在彩虹下飞呀飞呀。人们说，这2只蝴蝶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变的，他们会一直在一起快乐地生活，谁也不能再让他们离开了。这个故事在中国已经讲了1000多年。人们说，喜欢这个故事的人就能看见那对漂亮的大蝴蝶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那么有空的时候你可以试试。下雨以后，只要彩虹出来，你一定会看见一对很大很漂亮的蝴蝶，在彩虹下飞过来飞过去。那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变的。